魏无羡继续道：“你干嘛这副表情？我又没有说错。江叔叔也说了，以后世家间的你来我往就得靠咱们这一代了。你说交流重不重要？今天特意来找你，本来想说一起喝坛酒，大家就是兄弟了，但你又不喝。”他拍了拍书案空着的另一边，你坐下被拦站，咱们来好好聊聊。蓝忘机依然没动，脸上虽还是面无表情的，但魏无羡深觉有什么东西已经快挂不住了。他心里笑得惊涛骇浪，让你板着个脸装正经，我偏就要你说不想说的，做不想做的。反正这里是我家，你奈我何？面上却仍端着3分关怀7分诚恳的表情，仿佛真打算与他长谈彻夜。蓝忘机犹豫半晌，终于败下阵来，缓缓走到桌边，坐了下来。一觉睡到自然醒，睁开眼睛时已是日上3竿。魏无羡坐在床上悠然伸了个懒腰，这才不紧不慢地挂起蚊帐，摸过随手甩在一边的衣服往身上套。系腰带的时候，肚子咕咕叫了2声。他伸手揉了揉，又仰起头嗅了嗅空气，阳光的气息暖洋洋的，半掩的窗户外吹送进院里莲花的清雅芬芳，还叫他敏锐地捕捉到一点厨房的柴火的味道。魏无羡3两下收拾好自己，轻车熟路地踱到厨房，果然在灶前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软着嗓子喊了声师姐。江厌离放下手中木勺，拿布巾擦了擦手，回身笑道：阿羡，起来啦。魏无羡点点头，乖巧地低下头，让江厌离伸手揉了揉他的发顶，问道：师姐在做什么好吃的？我看离饭点还早。江厌离道：来了客人当然要做的丰盛些，阿羡还没吃东西吧？给你热了碗汤。魏无羡当即开心的原地跳了2下，道过谢，捧着汤碗美滋滋的喝起来。江厌离看他狼吞虎咽的样子，不禁莞尔，慢点吃，锅里还有。又道：今日阿羡起的还比平时早了半个时辰。魏无羡边嚼着排骨边含糊不清地道：昨夜睡得早。江厌离微有些惊讶，听阿成说你昨天晚上可是还去找姑苏的小公子玩的。也难怪江厌离会心生奇怪，以往每有年纪相仿的少年来，哪次不是闹个通宵不睡，第2日怕是要下午才能醒，这一回反倒是不太寻常了。魏无羡再把脸埋在碗里翻了个白眼，被江厌离这一提，他又想起昨晚的事来。话说他料定蓝忘机断没法明摆着赶他走，硬是在人房里赖了下来，天南地北无所不说，拉着蓝忘机东拉西扯，也不管人听不听。他自觉若是没人拦着他，说上3天3夜也不是难事，足以让对方知道他云梦魏无羡的厉害。可到后来，生活向来规律的小公子实在是受不了了，一句姑苏弟子当亥时歇息重复了数遍，说到魏无羡再也无法强行装作听不见了，只好暂且作罢，慢吞吞地起身离开。魏无羡还清楚地记得，房门关上石门后，蓝忘机那双眉头紧皱的眼睛，像一汪暗流涌动的水潭，十足愤懑却又偏偏波澜不惊。原来这个人的眼睛是浅色的。魏无羡一边想，一边把手枕在头后，心里盘算着明日再去会会他。一想起这事来，他心里没来由的涌上一股跃跃欲试的兴奋劲儿，当即将碗里的汤一口喝干，把空碗还给江厌离，挥挥手便跑出了厨房。魏无羡哼着小曲儿一路溜达到蓝忘机的客房外，猫似的扒在窗边向里窥探。令他有些失望的是，房里并没有蓝忘机的身影。他悻悻地离开，四下晃了一圈，也没找见想找的人。一想，这莲花坞估计也就他一人如此不务正业，那些小师弟们这会儿都该在教场练剑呢。魏无羡天赋极佳，剑谱看一遍就能背，剑法只看人演示一次就学会了，根本犯不着像其他门生那样枯燥地练上成百上千次。何况在他心中，修炼这种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，凭什么非得按前人教的那样，早起就该调息，调息完就该练剑？想归想，说归说，于夫人凶神恶煞狠狠撂下的那句话他可没忘，再不好好练剑，打断你的腿。其实倒不是真怕他学不好功夫，是担心他整日浪白白带坏了别的门生。是已转了3圈，他还是步子一拐，慢悠悠地往教场上走去。魏无羡发现自己运气不错，于子渊不在，江风眠也不在，
只有一群少年人百无聊赖地挥着剑，倒也不全是这样。魏无羡竟在教场一角看见了蓝忘机，手里拿着把没见过的奇特的银白长剑，练的虽是基础剑招，却是刚劲有力，一丝不苟。自家教场上少见外家人，魏无羡一时有些惊讶。可想到姑苏蓝氏可见一斑的严谨作风，忽然又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了。他看着蓝忘机，蓝忘机显然也发现了他，目光扫过时，却分明带着一股冷意，面上并无表情，倒让魏无羡生生读出几分不满的意味。看来对于他昨夜的专程到访，这位小公子心里到底是落下了一点怨念。对此，魏无羡不仅毫无愧疚，那点莫名生出的玩心反而更加厉害了，勾了勾嘴角，抬腿就朝蓝忘机那边走去。只是才走到半路，他就被人拦下了。